比特币出现哈希买入信号，比特币会立刻上涨吗？比特币的震荡什么时候会结束呢？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在周线上已经出现了哈希信号的买入指标了。这在过去呢，我们可以复盘呢，往往是不错的买入信号。但是当我们出现信号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我们立刻会开启上涨，或很快会开启上涨呢？我们可以来复盘一下啊。其实我们比特币呢，在做交易的时候，最重要的绝对是周期。了解市场的背景，了解周期才是最重要的。尤其在比特币呢有强烈周期的标的，我们更应该去了解周期。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对比我们当前比特币的市场的阶段其实跟我们当时这个位置呢是相当的雷同。你可以观察到，我们当时红色线呢是我们产生减半的时间点。那我们这一次的减半呢，是在我们今年的4月20号左右。你可以发现我们当时呢在4年前，我们同一轮周期的减半附近，我们连续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我们连续出现了4次的买入信号。那当然我们从长远来看，我们就整轮的牛市周期来看呢，出现买入信号大约就在1万左右，9000、1万左右这个点位那其实这个点位买入呢，如果我们从这整轮牛市来看的话，它依然是很有利可图的，它依然可以为我们产生非常非常大的利润。可是并不代表我们出现的买入信号，比特币它就会立刻开启上涨。当时我们出现的第一个，然后我们又震荡了非常非常久我们才真的突破前高，真的出现这种很狂暴的快速上涨的牛市。那我们在短期内呢，连续出现了4个而且我们在减半的附近呢，我们当时也震荡了很久。那其实我们现在呢，也就在减半的附近，所以我们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呢，它确实可以表明这个位置它依然是有利可图的。我们纵观整个牛市来看这个位置买入，到了牛市顶部附近的时候卖出，依然可以产生很大的收益。可是不代表我们出现买入信号的时候，我们就会立刻开启上涨，它有可能在这里呢继续的震荡，甚至很长一段时间，然后连续出现个几次买入的信号，都绝对有可能因为我们在上一轮牛市呢，我们就已经看过这样的状况了。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你只要点击下方链接，来到这个界面，下方都有空投的流程。你只要完成任务之后呢，你可以领取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主流币种的仓位$500。如果你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把盈利的部分给提走，亏了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比特币跟黄金之间的关系。很少人会去探讨比特币跟黄金之间的关系，但我认为两者呢是有一定的相关的程度的。那当然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大多数可能都是讨论美股跟比特币美元指数跟比特币等等的关系。那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是比特币的周线图表。我们先把黄金的图表呢也叠加在这个图之上。好，那我们把黄金呢给叠加上来。当然 K 线是比特币，红色线是黄金计价的单位是每盎司美元的价格。那你可以观察到呢，其实我们在上一轮牛市的时候跟我们这轮牛市，它也走出了非常雷同的这种盘面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黄金呢，它有一个很明确的阻力大概就在1400左右当然左边的刻度是黄金，右边的刻度是比特币。当时我们大概在1400左右呢，有受到了很明确的阻力。那当我们突破的时候很明确的突破的时候，我们的突破是指针对前高的突破。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比特币呢也刚好来到了我们阶段性的高点，并且之后呢黄金突破了嘛，黄金把重要的阻力给突破了，一路的往上涨。那比特币在这个时候呢，它就开始呈现震荡，它震荡到什么时候呢你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它是一路震荡到了我们牛市它基本上是快要来突破我们前高的时候，也就是真正开启暴涨的时候这一段的上涨你可以看到这一段最狂暴的上涨的时候呢
黄金的涨势就结束了。黄金的涨势就结束，就是黄金开始下跌，开始这个多头趋势开始减弱，开始震荡的时候呢，比特币它才开始上涨。那我认为啊，很有可能呢，同样的状况会再次出现，因为我们呢在当前的盘面、当前的牛市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一模一样的行为。我们现在仔细观察一下啊，这是我们这轮牛市啊。首先，我们先看黄金，黄金它也是在这个位置，它有很明确的阻力嘛。其实黄金的刻度在左边，大概是$2000哦，$2000，其实如果有熟悉黄金的各位朋友应该知道哦，$2000就是黄金呢这几十年以来的重要的阻力，过去从来没有明确的突破过的。那我们就在最近呢创造出了新高，甚至一度到达$2500哦。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在突破这个区间的时候，明确突破这个区间的时候，你可以观察一下它大约就看到黄金突破这个区间没问题，那么比特币呢也在这个位置创造出了阶段性的高点。那当黄金呢开始很狂暴的继续往上走的时候，那比特币就继续的震荡，这其实跟我们在之前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那未来呢，如果说黄金的涨势它趋缓了，它甚至开始下跌了，那我相信这个时候呢，比特币它就会迎来我们这轮牛市最狂暴的上涨。那当然我们看到的图表上，我们可以统整出，我们可以整理出这样的规律。不过呢，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比特币跟黄金它是非常雷同，它的性质非常的雷同。我相信比特币当初在设计的时候一定有参考黄金。第一个，它们总量都固定，它们不会像法币一样要印多少就印多少。黄金，地球上的黄金是固定的，那比特币它就是2100万颗，它不可能再多。所以黄金跟比特币都有抗通膨的效果。那大家也都把黄金跟比特币呢视为是抗通膨很重要的媒介。而且很多人呢也都会把比特币跟黄金呢去相做类比。不过呢，比特币跟黄金目前有最大的一点差异就是他们抗风险的能力呢其实是不同的，或者说他们都是抗通膨的资产，但是避险能力却不相同。他们俩都可以抗通膨，但是呢，黄金是我们要选择避险的时候很好的一个标的，那么比特币就不是如果比特币它不是在大多头的市场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它在2022年的时候下跌的有多么惨烈从$69,000一路下跌到$15,000。那么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黄金它在上涨的时候，市场通常是处于比较不确定，可能出现风险的状况。像比如说现在美国什么时候降息，这个不确定，有没有可能有金融风暴呢？也不确定那这个时候黄金它就会是抗通膨的资产里面比较抗风险的，所以这个时候黄金就会上涨。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时也是这个样子的当时我们在突破这个阻力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那个时候美国它也是正准备要降息，然后随后我们又出现了新冠疫情的风险。那当新冠疫情的风险过后呢，美国决定 QE， 然后利率非常非常低，那这个时候就轮到比特币表现的时候了，因为市场的风险呢就降得极其的低。所以我相信未来如果说美国的利率确定了，并且市场的风险降得很低的情况下呢，那这个时候比特币它就会开始暴涨了。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